俱老，护城汾楼，淘尽英雄豪。笑里藏刀，人心难料，无奈世态艰严老。正影难寻访，痴心愁断肠，多情总被无情伤。风云多变幻，缘聚又缘散，浮生若梦一场幻。人生难免那难路遥长，看透繁华落尽皆挣扎。好情感单照，千杯最难倒，伴我逐浪迎风笑。人生难免那难路遥长。情感单照，千杯最难倒，伴我逐浪迎风笑。雅婆婆，去哪儿啊？你带我去哪儿？你还不走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你为什么会说话呀？我本来就不是个哑巴。你也不是聋子，那，你不是听到我所讲的话了？你不用担心，我听到你说的话，那不是更好吗？你骗人！我以为你是完全听不到，才告诉你全部的事情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要骗我？我不是要骗你呀，我是有要紧的事情要告诉你呀。我不听，我不听！你是坏人，你骗人！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告诉你个好消息。啊！放开我！喂，你眼睛眨两下，表示什么？嘿嘿，我知道了，你要我娶2个，对不对？我不要，我只要娶你1个就够了。你就娶2个好了，我不吃醋。哇，哑穴什么时候解开的啊？早就解开了，就等你开口。我不开口，你应该知道我心里想什么才对吧？哑婆婆，快把我放下来！哑婆婆，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你还叫我哑婆婆？我已经不聋也不哑了。你为什么骗我？我以为你又聋又哑，才会和你说了那些话。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，我怕你闷出病来，让你说出来，心里好过一些。我来到衡山，一直就半聋哑，谁也不知道。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告诉你一件开心的事。是关于我爹的。哼，你爹的事，我才不愿意说呢。是你掌门师兄的事。你别说了，我以后不会再和你说掌门师兄的事。我要去念经了。其实你掌门师兄一直都是喜欢你的，他说喜欢你比喜欢魔教的任盈盈胜10倍呀。你不要哄我了。我认识掌门师兄的时候，他只爱月姑娘，后来月姑娘嫁给别人，他就只爱任大小姐。他是喜欢你的，不过你是出家人，他是掌门师兄，他不能向你流露感情的。现在他下定决心要当和尚娶你了。不行的，不可以的，他心里只有任盈盈。我叫他娶任盈盈，也娶你呀。不行的，不可以的。我说行就行，你看看。啊，掌门师兄、任大小姐，你们怎么？婆婆，你对他们怎么了？我只是要他娶你们2个。不行的，
你们怎么不说话？他们被我点了哑穴，有口难言。令狐冲，我答应你，你要娶一个就一个，不过你只能娶夷陵。婆婆，你不要再逼掌门师兄了。掌门师兄和任大小姐情投意合，菩萨会保佑他们长青生儿育女，过着幸福的日子。他们俩在一起，你怎么办？我一心向佛，不敢有歪念。我只祈求菩萨保佑我爹和娘有相逢的一天。我爹走遍了天涯海角，天下女子多的是，如果可以娶2个，我爹为什么不另娶一个呢？你爹他做错事，他不敢再娶亲。不是的，我爹是爱着我娘的。他说我娘聪明美丽，是天下最好的女人呢。他真的这么说？爹每次见到我，总是说我娘的好处，说她温柔斯文，从来不骂人的。天下最好的女人加在一起，都比不上我娘。你说的是真的？你没有骗我？是真的，爹不会骗我的。婆婆，我走了，你别再为难掌门师兄和任大小姐了。他真的说我是天下最好的女人，他走遍天涯海角，到处去找我。他不是一个负心薄幸的人。夷陵，我要去找他。掌门师兄，路上小心。是啊，师兄，一路上千万要小心呢。怎么没见到夷陵师妹？是不是不想出来见我？掌门师兄，请放心，夷陵师妹说要在菩萨面前念经，求菩萨保佑掌门师兄、任大小姐和其他人平安上黑木崖，所以不出来送行。你替我告诉她，等我帮任小姐夺回教主的位子之后，马上回来衡山。掌门师兄，你真的会回来吗？我当然会回来了。回来继续当我们衡山派的掌门。所以你们不要再逼夷陵师妹练剑了，她年纪还小，她担任不了掌门的责任的。哦，怡清师妹，我不在，你要好好照料一切。是，我一定听掌门师兄的吩咐去做。掌门师兄，我们送你到山下吧。是啊，任大小姐在山下等你，我们送你一程。好，走。你呀，这位哄人，连怡清、怡和都被你哄得服服帖帖的。我没哄他们，我是用真心来对待他们，所以大家才开心呢。连我也沾了光，现在他们对我好多了。只有那个死田伯官最不好，说什么要和我们上黑木崖，连个人影儿也没有。他在衡山莫名其妙被吊起来，觉得很丢脸，所以才先溜走。说不定啊，已经先到黑木崖附近等我们了。哎，快走吧！桃果六仙。那不是老婆婆吗？怎么，他就喜欢一巴掌一巴掌的打人？真的那么痛快吗？喂，你不是想报仇吗？说得对，莹莹，让我来吧。老婆婆，又见面了啊！灵魂掌门的好厉害呀！让我桃花来刮他几巴掌！到了！哎，够了，先把他吊起来吧。哎，你们怎么打起来的？我们刚才在河边洗澡，这婆娘跑来问我们有没有看见一个漂亮的小姨，我们不理她，她就和我们打了起来。令狐冲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为什么他是天下第一的醋坛子啊？醋坛子是骂人的话。我问你们到底有没有看到夷陵师妹啊？没见到夷陵，可是大和尚他看了2个。是啊，一个是夷陵的爹，一个是夷陵的徒弟。对，他们到哪去了？哦，
他们两人过去拜个时辰了，约了在前面的城镇喝酒。哎，对呀，我们本来是洗了澡就去，哎，谁知道被这仆人缠着。这样吧，我先去镇上，你们慢慢的去洗澡。不过记住哦，绝对不可以再打他耳光，也不要为难他，免得被人说你们不够音效，听到了没有？我们这就去洗澡，那你可别在树上偷看我们呢。你呀，是看在夷陵的面子上，只报仇3分。我是看在不戒大师的面子上。老婆婆，我们先走了啊！嘿嘿。令狐冲，快放我下来！你要把我绑到什么时候？到时候自然会有人放你下来。再见。快放我下来！快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哎，令狐冲，我们在这儿。哈哈，田老大，你不是说要和我们一块上黑木崖的吗？怎么一个人偷偷跑了啊？你也知道在衡山出丑的事，我觉得很不好意思，所以和太师傅来这里喝酒啊。来凤凰。哎，蓝凤凰。嗨，你这笨蛋还在等什么？上了黑木崖就没时间多说了，还不快去？就是嘛，干嘛婆婆妈妈的？去呀！去吧。真是的，来，坐下来陪我喝酒。来。哎，不戒大师，有件事情我想请你帮个忙。你有事情求我啊？不过这件事情很机密，绝对不能让你的徒孙参与啊。没问题，我叫他滚得远远的。是这样的，从这里向东南去10里，有人被绑了。什么？又绑人？这被绑的人是我的朋友，我想麻烦你去救他。怎么你自己不去救他？是个女的，嘿嘿，隐隐在有些不便。你怕她吃醋啊？哎呀，女人就是这样。被绑的女人的醋劲儿才大呢。当年她的丈夫多看别的女人一眼，多赞美了一句话，哈哈，她就不告而别，害得她的丈夫从此天涯海角，找了她10几年呢。是她。她还说，就算她丈夫跪在她面前，她也不会回心转意。哎，我要提醒你啊。他身法很快，你要是把他放下来，哈，他马上就溜掉了。你说他在东南10里，东南10里。哎，不戒大师，不戒大师。哎呀，你先别急。我问他，为什么她不肯见她丈夫？她说她丈夫这天下第一负心薄幸好色无厌的人，再见也没用啊。有用啊！哎，我教你一个秘诀。保证他逃不了。真的？灵狐掌门，灵狐祖宗，快说，什么秘诀？快告诉我，我求求你啊！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快把衣服还给我，否则等我冲破绝道一出来就杀了你！小声一点，别喊了！不许喊！臭男人，你没有良心，你不是好东西！各位，小事一桩，没事，请回吧。想不到和尚也这么好色。是啊。你说什么？她可是我老婆。啊，和尚也有老婆啊？谁说和尚不能有老婆的？岂有此理！还不走？是不是要我打你啊？滚呐！走了，快点！去！岂有此理！多管闲事，真是的。老婆，你放心啊，我已经把他们打发走了。还不赶快解开我的穴道！这万万不能啊！我们这么多年不见，他一再的交代，如果我解开你的穴道，你一走了之，我们就很难有机会见面了。谁叫你这样做的？我是谁？快说！
哎呀，我不能出卖恩公的。说，是，不能说啊！你再不说，我就恨你一辈子！啊，不可以！我说啊，他就是令狐冲。令狐冲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！没想到不戒大师行事虽然鲁莽，可是对妻子倒是真心一片，走遍天涯海角找寻老婆婆，是个真情汉子。只可惜老婆婆是个醋坛子，让她这么一闹，结果呢，一别就这10年了。幸好有你这个月老从中拉线，让他们夫妻重逢。我撮合他们夫妻和好，可说是功德无量。观世音菩萨一定会保佑我们生一大群白白胖胖的小宝宝啊！菩萨才没工夫理你呢。看来你也应该为蓝凤凰和田伯光拉一拉红线。反正我已经帮了这么多的人了，再帮一对也不嫌多。观世音菩萨，你一定要保佑我们生2大群白白胖胖的小娃娃，好不好？观世音菩萨保佑保佑啊！田老大，怎么样？伤势好多了吗？怎么有可能好得这么快呢？要不是有这些药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的伤势啊会很严重的。哎，要不是他，我会被炸伤成这个样子吗？冤家，所谓无冤不成家。你们俩最好是结为夫妇，那就相安无事了。啊！他把我炸伤成这个样子，你还要我跟他在一起？你们2个真是奇怪，明明心里喜欢对方啊，哼，偏偏一见面就装作不喜欢对方，还要吵架，干嘛？来，蓝凤凰给你的最好的疗伤药。是他，你看蓝凤凰对你一片真心，刚才叫你去追人家，你还装模作样的不肯去。他害我伤成这个样子，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，还要我去找他。你谢不谢他，那就由你了。哎，不过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要陪任我行上黑木崖去对付东方不败。哎，如果你要谢蓝凤凰，恐怕得等上一些日子了啊。喂，黑木崖那边到处都是机关夺水，上次我去了，差点死在那儿。再说，东方不败的武艺高强，你们还要上去啊？就是因为这样啊，所以我要陪莹莹一同上黑木崖。那蓝凤凰也一块去吧。田伯光用得着这么多药啊？哎，是我们上路用的。全都是医治灼伤的药。哎，你是不是认为我们跟田伯光一样都会被炸伤啊？哎呀，圣姑明知道这是个借口，硬是要说破，心里放不下就去说个清楚。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他这次受伤，全都是我害他的。其实我心里很难过的。我都说了，是上辈子我欠他的，这辈子才要还他。那是在苗区救了他，他还害我嫁不出去啊。后来我还舍命上黑木崖救他，他还说不一定会娶我。你说气不气人嘛？你也说过不一定要嫁给我的。田伯光，你偷听我说话！是你不知道我进来，你就自说自话吗？你明明在偷听人家说话，还敢抵赖！你没事吧？我只是想吓唬你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不是故意，那你是存心的了。那解药是会用完的，如果没有你的解药，我的伤不可能这么快就好。
你是为了我的解药。好，你要的话，全都拿去吧。我不是为了解药，我是要你留下来陪我。答应我，不要上黑木崖，好吗？不行的，我是日月神教的人，必须和圣姑一起上黑木崖，对付东方不败，帮人教主夺回教主之位。对付东方不败实在太危险了，你又不是没试过。如果你真的要去，我陪你去。不行，你说过你不加入日月神教，那你就不是日月神教的人，所以这件事与你无关呢。你是不就行了？那令狐冲也陪任盈盈一起上去。你和令狐冲不同啊！除了他是衡山派掌门之外，有什么不同？他是任教主未来的女婿，你是什么？我是五毒派教主的未来夫婿。你说什么？如果你肯答应嫁给我，这酒啊，还真烈。3杯下肚，我就全身发烫了。这酒真好啊！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能再喝上。上了黑木崖，凶险万分，还不知道能不能够下来。那明天是生是死，谁会知道？来，痛快的干了！喝了它。就当这是我们的交杯酒。交杯酒。难道我们今晚要洞房花烛？蓝凤凰，你我已经洞过房，只不过还没喝交杯酒。今天晚上喝，现在喝。这就算是成亲了啊！今晚的月色真美是好日子来，过来。哇，真是好月色，管他明天是什么日子。来，我们喝交杯酒。来，交杯就交杯，喝。喂，不要这样啊！今天是我我头晕了。这味道。喂，你老是说我身上有味道。真的有味道。我已经用香料熏过全身了，不信你闻闻，闻呐，你闻呐。不好，走。凤凰，别乱动！那东方教主还不下跪？东方不败，
你这卑鄙小人！你不讲江湖道义，有胆就放开我，我跟你单打独斗！你敢对教主无礼？哎，如果你不想你心爱的女人死，就不要轻举妄动。只要你乖乖的跟我合作，你和蓝凤凰自然可以双宿双栖。你要我做什么？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要射日名册。你要我偷射日名册？好，难呢！哼，想我田伯光做事，也想光明磊落，绝不会做出出卖朋友的事的。将蓝凤凰五马分尸，然后换野狗。是。哼，东方不败，你这狗贼，你真残忍！你也不想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有如此下场吧？好，别为难他，我答应你。蓝凤凰。奇怪，昨天晚上还在这儿呢，怎么一声不响就跑了？会不会跟田伯光两个人双宿双栖了？不可能的，他知道我们随时会上黑木崖，而且他不至于轻重不分，更不会不告而别。我知道田伯光，他不是一个不知道轻重的人。田老大，你回来了，蓝凤凰呢？他，你们怎么一声不响的就出去了，害我们担心死了。我们吵架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你们昨天晚上不是好好的吗？是，昨天晚上是好好的，月色很好，我们俩在湖边谈心，然后本来没什么的，后来有个美女经过，我就，你就什么？你就多看了他几眼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只看他那么一眼而已嘛。结果蓝凤凰就生气，就回拳打我，还放蛇咬我，我只好跑了嘛。你跟你那个太师傅一个德行。我知道是我的错，可是当我回过头想跟他道歉，怎么知道他就不见了。唉，你们两个快要成亲了，还在闹别扭。你还不明白吗？这叫做情趣。有些时候你也不是挺爱吃醋的吗？我才不会呢。蓝凤凰并不是小气之人，我看他跑不远的。是啊，我看他很快就会回来的。我看他没可能那么快回来。怎么会呢？大不了发2、3天脾气嘛。对呀，哎，我们就等等他吧。我们就在客栈多逗留2天，才回梅庄好了。我可要郑重的告诉你啊，你们闹着玩那就算了，千万别学你那个太师傅跟老婆婆，这一别可是10几年呢。够了。我跟你说，等你找到蓝凤凰呢，好好哄哄她就没事了。哄她就没事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什么不可能啊？心里面明明想着她，嘴里还说不是。我告诉你啊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有话就直说。根本就找不到她。喂，你还没找就说找不到她？那，我坦白告诉你，我也不知道应该从何说起好。啊，行了，等你找到蓝凤凰之后呢，你们再慢慢的从头说起吧。不如这样，咱们分头找找。嘿嘿，我就知道你心里面想着他。行，等找到他之后呢，记住啊，一定要说好话啊，可别忘了啊。我
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调戏良家妇女，滚！快走吧，快走！东东姑娘，莹莹，灵狐大哥，找到蓝凤凰了吗？灵狐大哥，这位是？好，这位就是东东姑娘，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提起过？东东姑娘，你好。是这样的，东东姑娘打算回乡去，刚巧路过这里，我就带她回来，大家可以聚一聚。啊，东东姑娘，我们似曾相识。不，姑娘，你我素未谋面。你这么肯定？我们都是江湖中人，见过面，并不为奇。我从没行走江湖，我想只是人有相似吧。我想东东姑娘可能是累了，我先带她回客房休息。失陪。东东姑娘，请。为何东东姑娘的琴声听来如此悲凉？世事变幻，祸福无常。一个人历尽沧桑，轻烟之中自无喜乐之情。既然祸福无常，又何必想那么多呢？不如这样子吧，我们就抛开一切烦恼，尽兴今宵啊！好，就请公子尝尝我亲自酿造的女儿红。请。嘿嘿，我光闻就知道是好酒，来。传说天上有九星，所以酒的酿造由来已久，与天地共生。公子，你相信吗？嘿嘿，我当然相信了。东东姑娘可以酿出这样的好酒，我只要看看天上的星星少了哪颗，嘿，我就知道姑娘你是哪颗九星的仙女下凡了。所谓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，要不是遇上公子，又有谁懂得欣赏我的美酒呢？来，难得我们俩能够再聚。自从群月院一别，我常常念着姑娘你的美酒。你们真有闲情啊！任姑娘，今夜月白风清，真是款款谈心的好日子。此情此景，最适合任姑娘和灵狐公子轻谈浅酌。灵狐公子，我失陪了。好。谈琴论酒，他可真会投其所好。我和东东姑娘是酒逢知己，我呢是个酒坛子，而你，哈哈，却是个醋坛子，所以我们是天生的一对，对吗？我只想知道，东东姑娘到底是何方神圣？莹莹，你就不要问那么多了。东东姑娘来历不明，你又不肯告诉我她的身份，我当然会怀疑了。总之，不管怎么说，东东姑娘她为人豪迈，而且有高洁的情操，真的是一个女中豪杰。单凭数面之缘，你就这么相信她？没错，我们虽然只有数面之缘，不过却是一见如故。跟她能够把酒论江湖，和她喝酒还真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啊。她孤身一人行走江湖，来历又不明，现在无缘无故的出现，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太巧合了？这就是缘分嘛。缘分？
这种理由你也说得出来。如果你再不告诉我他的身份的话，我亲自查问。哎，莹莹，好，我跟你说就是了。不过你要答应我，绝对不可以在东东姑娘面前提起，好吗？嗯。她是一名青楼女子。青楼女子？其实东东姑娘的身世蛮可怜的，她误堕风尘，我曾经想替她赎身，可她突然之间又不见了。没想到今日又可以跟她重逢。哎，你一定要记住，千万不可以在东东姑娘面前提起这件事，啊！调虎离山之计。摄人名册不见了，一定是他。东东姑娘，你演戏的本领可真高明。啊，任姑娘，我不知你所指何事。名册交出来。名册？什么名册啊？少跟我演戏！一定是在你身上，你到底交不交出来？我真的没有什么名册啊。好，你说你是清白的，对吗？那让我搜一搜身。怎么了？做贼心虚了？莹莹，住手！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他偷了名册，不知道藏到哪儿去了。你太无理取闹了。哼！真对不起啊，本来是邀你来做客的，没想到却害你受辱。没关系。射日名册我已经拿到手，可以放了蓝凤凰了吧？东方教主仁义英明，责备苍生。他金口既开，答应释放蓝凤凰，就自有安排。不是说好的吗？拿到名册立刻放人。东方教主言而有信，你还是先回去静候消息。言而有信，我就怕他说话不算数。田不光，你敢对教主不敬？本来说只要拿到名册，蓝凤凰就归我。现在呢？我看东方不败简直是毫无信用可言。你要是再口出污言，当心收回的只是蓝凤凰的尸体。
东东姑娘，这么晚了，你一个人要去哪儿？天地之大，总有我容身之处。我不想灵狐公子为难，后会有期。东东姑娘，偷了东西就想走？东东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对不起啊，原来你真的不会武功，我还以为……他对武功一窍不通，难道真的不是他，而是另有其人？我真的错怪他了。莹莹，东东姑娘，她没事吧？敷过药，没什么大碍了。其实，我真的不是有意要伤害她的，希望你能够明白。我知道名册被盗走，你心里一定很着急。我也希望你能够早日查明真相，寻回名册。我看这件事一定跟东方不败有关系。如果真的是东方不败派人来盗走名册，那我倒真的很担心，这对我们攻上黑木崖会有所影响。摄人名册关系到神教众多教徒的存亡，我怕如果真的落在东方不败的手里，后果会不堪设想。这件事情我看不是那么简单，我想先通知教中部众静观其变，等我们想出一个万全之策后再做行动吧。爹在江南召集部下，我不能擅作主张。如果再有什么闪失，我真的担当不起。一切得等爹回到梅庄才能做决定。鹏飞，红千帆，胡天虎，桐柏雄，连桐柏雄都背叛我。文成武德，仁义英明圣教主，教主忠心圣教，责备苍生，千秋万载，一统江湖。桐柏雄参见教主，不知教主召见属下有何吩咐？你还把我这个教主放在眼里吗？属下对教主忠心不二。我问你，你和反教大叛徒任我行勾结，可有此事？教主，我从实招来。教主，我确实见过任我行。他要赠我1000两黄金，要我暗算教主。可是我不用说了，你私会任我行，是确有此事喽。教主，我忠心耿耿，自加入圣教以来，一心为主，请教主明鉴。那射日名册上有你的名字，你又作何解释？教主，射日名册来历可疑，请教主明辨真伪，再做定夺。哼！本座宁枉勿纵。教主，这几年来，我想见教主一面，简直难若登天。教主沉迷修炼葵花宝典，你知不知道，教中兄弟都被杨莲亭逼死了？你现在大加杀戮，恐怕人心不服啊！大胆逆贼！以后不要让我再见到你，否则我让你死无全尸。如果你不相信兄弟之情，我苟活在世上也没有用，你就让我死吧。
你真的不怕死？教主，如果可以表我清白，那我死又何妨？你愿意从此以后只效忠我一个人？属下忠心于教主，日月可照啊！好一句日月可照。好，我就给你个机会，让你留在我身边，助我消灭任我行这个叛贼。谢教主。路遥遥，行遍万里山河，会知行能有几个？刀剑离晓，看风云变色，谁胜谁负谁晓得？浪滔滔，数尽悲欢离合，放得下能有几个？要清风明月，对酒当歌，醉三分悠然自得。不管今夕身处于何方，就如常豪气万丈。尽管世俗人笑我痴狂，恩或怨都由我扛。天苍苍，豪情气壮山河，得与失又算什么？刀剑离晓，看风云变色，我行我素，我自乐。人匆匆，犹如红尘过客，名和利又算什么？要清风明月，对酒当歌，醉一回人生几何？